一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乃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这里有到南极的驼呀，韩国，被骗了。大家早上好，现在是2月19号，我们现在走路到租车公司去拿车。今天和明天我们准备租2天的车去游玩百类国家公园。今天早上起来天下雨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雾蒙蒙的。希望我们进到百类国家公园天气不要太差吧。2天的租车费是158.35美元。到了这个租车地，排着长队进去，2-3个人在办公。我们现在租好车了，到公寓拿好行李，开向百类国家公园。百类国家公园西班牙语 Parque Nacional Torres del Paine， 又译为汀塔国家公园。Paine 字来自印第安语的蓝色之意。整个国家公园被湛蓝的冰河峡湾和湖泊景观所环绕而得名。它是位于智利南部的一座国家公园，境内临近安第斯山区以及南太平洋和极地高纬度区，故天气变化激烈。百类国家公园是仙境也是荒野，雪山、湖泊、冰川、瀑布、森林，上帝将所有荒凉而壮美的宝物恩赐于此。1959年，百类被定为国家公园，197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之一。现在这里也被誉为世界最顶级的野外徒步路线，是全球徒步爱好者的天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其列为地球上最美的景色前5名，和一生中必去的50个美景之一。百类国家公园有2条著名的徒步路线，也就是 W 线和 O 线。O 线及大环线区要10到15天才能徒步完成，适合有一定经验且时间充裕的朋友。W 线包含在 O 线中，以山塔与角峰为 W 的2个端点，灰湖及冰湖为 W 中间的顶点。线路较短，耗时约4到5天，是徒步经验不多的新手也可以尝试的徒步路线，在世界范围内很受欢迎。我们原本准备走 W 线的一小段，也就是到山塔的距离，大约5到6个小时的徒步时间，但看今天的这天气，大概我们也只能在车上畅游了，又给下次再来提供了理由。公园检票口到了，要在这里把你在网上买的票登记一下。我们买的是2天的票，33美元一个人。我们进来了，可惜天还下着雨，前面的雪山也看不太清。我们还是在路边停下了车，把此时此刻的景色留住。这一块大草原，连马儿都没看见，也去躲雨去了吗？冒着雨，我们继续向前开。出门游玩不能保证都是晴天呐。
除非你开个房车住到这边。这个我们住这个南湖，有的人就把房车停到那里了，天天可以在这里等嘛，可以走。等太阳。在这旁边可以走到那个可以爬山，爬上去大概是早上4、5个小时嘛，有的人就晚上1、2点钟起来就爬到那个照那个日出的那个日照金山嘛。这两边的冰川湖好蓝，好漂亮哦。这个水很蓝啊。觉得湖水的颜色。今天的百类啊，被雨雾笼罩，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百类的山脉仿佛隐藏在雾纱之后，时而显露出锋利的岩石轮廓，时而完全被雾气遮盖，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这种神秘感反倒给人更多的期待，即便隔着车窗，依然能感受那种强烈的冲击力和自然的无穷力量。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制高点，我们准备把车停下来，到雨中去欣赏欣赏。再看看下面的雨有多大，风有多大，我们的热情又有多么的高啊！继续上车向前行，祈求雨儿快点停啊！我们左前方的这个湖就是培欧埃湖了，湖上的那个桥就是通向培欧埃大酒店的。这个大酒店是这个公园里面最贵的一个酒店，就是那个要2000多美元一晚的，并且你提前半年也不一定能订到的酒店。我们现在先在这个上面看一下它的全景，等一下再到这个周边酒店的周边去看一看。这湖好漂亮哦，虽然在雨雾中，真的还是非常的美啊。蓝色好蓝。对啊，这个玉石蓝真的蓝。这个酒店坐落在这个小小的湖心岛上。岛的面积不大，所以它的房间也不会修得很多，所以它有它贵的道理呀。而且据说智利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自然环境，公园里的旅馆数量很少，大部分徒步的人都是睡帐篷。佩欧埃湖被认为是公园的中心，在其水域中航行可以让我们进入山脉，使其成为通往法国山谷和格雷冰川的路径之一的起点。这个小虹桥也挺漂亮的。站在桥的这一头，宾馆这一边，围着它转一圈。
哎，前面有3个鹅，是鹅吗？好像是活的，应该不是，不是雕像吧？是活的吧？那个我怀疑这个也是活的，那个，对呀、这个是什么鸟？OK， 这有一个走上去的楼梯。这个大白鸡终于开始吃东西了，那个大白的开始吃了，看到没有？这个大白开始吃了。这就是这个旅馆啦，还是有一点像仙境的。嘿嘿，雨中在这个桥上散步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对面雪山这边应该就是法国谷了吧？法国谷徒步也是需要1天的时间。等我们正式退休了，再到这里来徒步游玩。那里还有哇，一个蓝冰窝，在这个谷中间。对面有个瀑布，雪山水形成的瀑布，我们在欣赏它。这应该就是萨尔托格兰德瀑布了，它是位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内的一处知名景观，瀑布背景正是百类的主峰群。萨尔托格兰德瀑布落差10多米，水流自若登斯提奥湖流入培欧埃湖，水量非常的充足。这就是角峰了，雪雾缭绕的山峰。冰山雪水融化后汇成湍急的小河，再形成一个瀑布，漂亮啊！这旁边应该是火山灰石，黑黑的火山石，上面的水有火山灰一样的有点灰色，下面的就瓦蓝瓦蓝的。这是雪水流到了另外一处 U 型口，也非常的漂亮。这边云开雾散喽。天晴了，这个是太阳出来了，漂亮了。这后云透一点蓝光，格外的漂亮。
这左右两边好像都有这个羊，是操你妈羊驼。指的这边吗？银座没行。我们转到这边这个湖也是看山塔的一个点，远处观山塔。停车在哪停？停在我们这边快进去了，这个山沟那边是在这里的。这周围长这样。来到了百类公园，正前方就是我们的百类山塔。可惜呀，云雾缭绕。停车场在这个前面，靠近这个湖这里，看前面那部车那儿。这就是我们在云雾中的山塔，让我们来欣赏它吧。徒步走到这个山塔的正下方是还有一个湖的，站在那个湖泊那里可以看湖水、山峰和雪山。在山塔上面爬上去还可以看漂亮的日出，都要天气好，时间充裕啊。我们就先看看这个云里雾里的山塔了，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美丽的百类山塔，它是在云里，现在，但是还是可以看清楚。这就是山塔啦，顶被云遮住了。这里也有一个走徒步路线的帐篷营地。海岸沙滩。山塔终于到了，下次去爬吧。让我们跟此时此刻的山塔合影留念。实际上，在行进的途中，你就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欣赏到美丽的山塔。
空啊，我们从前面进来的嘛，这山空在它屁股后面嘛。然后前面这个就是角峰嘛。羊驼还是挺悠闲的。我的这个草原。我们现在来到了小瀑布。这水流确实非常的湍急。Cascada Paine。这个湖长约30公里，它连接着迪克森冰川融化的5个湖泊。这里应该是个大中转站。我们现在到了另一处观主峰、角峰和山塔的观景点。现在夕阳西下了，照的山峰非常的漂亮。
再次打卡照相。现在这天空真漂亮啊！上面蓝色的天空和下面蓝色的湖简直是一个颜色，这叫浑然一体吧。没下雨了，这下门口的牛啊马全出来了。到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公园门外的酒店了，417美元一晚。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3个床，房间还不小，主要是这个窗外的景色还很漂亮。然后这一边厕所干湿分离。